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韭菜不香。60年来第一次，那个熟悉的身影不在舞台上了，台下的座位只坐满了一半，但这依然是全世界最特别的一场股东大会。伯克希尔哈萨雷代码 BRK.B 刚刚在奥马哈举办了2026年度股东大会，这是 Greg Abel 作为新任掌门人的第一次年会，也是巴菲特卸任后的第一个资本主义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同一天，公司发布了第一季度财报。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这到底发生了什么。同时也感谢大家的订阅和关注，这是对我们团队持续创作内容的最大鼓励。先说年会上最戏剧化的一幕 ，Abel 上台后做的第一件事是把巴菲特的球衣挂到了场馆的屋顶上，球衣上印着数字60，代表巴菲特掌舵伯克希尔的60年。他被挂在了芒格的球衣旁边，芒格的号码是45。退役球衣是体育界的最高荣誉 ，Abel 用这个仪式向前任致敬。然后他做了一件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事，大屏幕上出现了巴菲特的脸，穿着西装，笑眯眯地对着镜头提了一个问题：投资者凭什么应该继续持有伯克希尔的股票？ Abel 认真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我们手上有3970亿美元的现金和国债，这让我们不需要依赖任何人。我们不会急于把资本投入到不够好的机会里。耐心和纪律是伯克希尔最大的优势。回答完之后 ，Abel 告诉全场，刚才那个巴菲特是假的，那是一段用人工智能生成的深度伪造视频。全场一片哗然。Abel 用这个方式引出了他对人工智能的看法。他说，伯克希尔不会为了做人工智能而做人工智能，但会认真思考如何用它来创造价值。同时，他提醒所有人，深度伪造技术的风险是真实的。你刚才看到的那个巴菲特，连声音、表情、语气都完全一样。如果有人用这种技术伪造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领导人的视频呢？95岁的巴菲特坐在台下第一排，他后来说了一个词：可怕。他补充说，如果有人用这种技术制造一段关于战争或者金融危机的虚假视频，后果不堪设想。巴菲特虽然退休了，但他对风险的敏感度一点没有下降。顺便说一句，影帝 Bill Murray 也来了，不是拍电影，是真的来参加股东大会。这可能是全世界唯一一个能让电影明星和亿万富翁坐在同一个体育馆里听财务报告的活动。再看财报，第一季度经营利润113.5亿美元，同比增长18%，净利润101亿，同比翻了1倍多，去年同期只有46亿。保险业务仍然是最大的利润来源，保险复存金达到1769亿美元，比年底增加了大约5亿。BNSF 铁路利润13.8亿，增长13%，受益于谷物和石油运输需求增加。伯克希尔能源利润增长2%，制造、服务和零售业务利润32亿，增长5%。但旗下最大的房屋制造商 Clayton Homes 受到了高利率的冲击，潜在购房者的压力很大。Abel 说，公司的目标是为美国消费者提供负担得起的住房。这句话引来了台下的掌声。但最引人注目的数字是现金储备，3974亿美元。接近4000亿，历史新高。这笔钱几乎全部放在美国短期国债里，按当前利率，每年光利息就能赚大约150到180亿美元。巴菲特去年就说过，市场上没什么值得买的。Abel 显然延续了这个判断，他在年会上反复强调，我们不会急于把资本投入到不够好的机会里。这句话他至少说了3遍。有人问 Abel，手上快4000亿美元的现金，难道不应该做点什么吗？ Abel 回应得很直接，他说，我们手上的现金和国债有2个目的。第一，确保我们在任何经济环境下都能存活。第二，在真正好的机会出现的时候，我们能立刻出手。他特别强调了一句，我们不打算依赖任何人。这话听起来平淡，但放在当前的宏观环境里意味深长。伊朗局势紧张，油价飙升，美联储维持高利率，全球贸易摩擦加剧。
在这样的环境下，坐拥4000亿现金本身就是一种战略优势。不过有一个小变化，伯克希尔在一季度回购了2亿3400万美元的自家股票，这是2024年5月以来的第一次回购。虽然金额不大，但信号很重要。Abel 在用行动告诉市场，他认为伯克希尔的股价被低估了。但他在4月份前2周没有继续回购，这可能跟市场波动或者他对宏观环境的谨慎有关。说说 Abel 这个人，他今年63岁，加拿大人，在伯克希尔工作了超过25年。他之前一直负责能源业务，是巴菲特在2021年公开钦点的接班人。今年1月正式接任掌门人，巴菲特退居名誉主席。他每天仍然到办公室，保持对市场的关注。上周他接受了一次罕见的电视采访，说自己退休后买了一笔小额投资，但没有透露具体标的。Abel 的风格跟巴菲特完全不同。巴菲特擅长讲段子、打比方，一句话就能让全场笑出来。Abel 更像一个职业经理人，说话严谨、数据导向，不开玩笑。年会的出席人数明显下降，场馆只坐满了一半多一点。过去巴菲特时代，每年超过4万人挤满整个体育馆。这个变化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市场的心态。巴菲特时代的伯克希尔是一种信仰， Abel 时代的伯克希尔可能更像一家正常的控股公司，少了明星光环，多了职业经理人的可预测性。对长期投资者来说，这未必是坏事，但旗下公司的掌门人们对 Abel 的评价很一致。冰雪皇后、喜诗糖果、Brooks 跑鞋的负责人都说，日常运营几乎没有任何变化。巴菲特建立的去中心化管理文化非常稳固， Abel 不需要也不打算去改变它。Abel 在年会上还有几个值得注意的表态。关于数据中心和人工智能用电，他说，数据中心的电力成本应该由使用它的企业来承担，不能让普通家庭用户替他们买单。这个观点在能源行业里很重要，因为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的电力需求正在给美国电网带来前所未有的压力。伯克希尔旗下的能源公司管理着美国多个州的电力基础设施。Abel 对这个问题有第一手的了解，他的表态暗示，伯克希尔可能会从人工智能的能源需求中受益，而不是直接投资人工智能技术本身。用卖水给淘金者的方式赚钱，非常巴菲特。关于 BNSF 铁路，他承认目前的表现落后于其他主要货运铁路公司，需要改进。BNSF 是美国第2大货运铁路，伯克希尔在2010年花了大约260亿美元把它私有化。这笔投资长期来看回报丰厚，但运营效率一直是短板。Abel 的能源和基础设施背景可能恰好适合解决这个问题。关于 Clayton Homes， 伯克希尔旗下最大的房屋制造商受到高利率的冲击。Abel 说，公司的目标是为美国消费者提供负担得起的住房，这句话引来了台下的掌声。关于 Todd Combs， 之前负责伯克希尔部分投资组合的基金经理，去年底离开，加入了摩根大通。Abel 决定清仓了 Combs 管理的所有股票，这意味着伯克希尔的投资组合正在经历一次瘦身。最后一个问题，没有巴菲特的伯克希尔还值得持有吗？目前股价大约473美元，过去1年下跌了大约 10%， 市值约1万亿美元。Abel 接手的是一个堡垒级别的资产负债表，将近4000亿美元的现金，1700多亿的保险浮存金，铁路、能源、制造业的多元化组合。这些资产不会因为换了掌门人就消失。风险在于2个方面。第一， Abel 能不能像巴菲特那样做出精准的大型收购。4000亿现金放着吃利息是安全的，但如果长期找不到值得投的标的，资本效率会下降。第二，投资组合的调整。 Combs 走了，苹果持续减持，美国银行也在减持，伯克希尔的权益投资组合正在变小。去年第4季度，苹果持仓又被削减了 4%， 美国银行减持了 9%， 西方石油的仓位保持不变。苹果仍然是第1大持仓，
但已经从高峰时期的接近50%降到了现在的大约30%左右。巴菲特去年承认卖苹果卖早了，这算是他少有的公开认错。华尔街分析师的平均目标价大约$524，比当前价格高11%左右，多数维持积极评级。Abel 在年会上说了一句话作为总结，跟巴菲特之前说的很像：当别人恐惧的时候，我们贪婪；当别人贪婪的时候，我们恐惧。这句话在当下的伯克希尔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全世界都在追人工智能，伯克希尔坐在4000亿美元现金上一动不动。也许这就是 Abel 想传递的信号：新的掌门人换了，但这家公司的灵魂没有变。有分析师指出， Abel 的收购节奏可能会比巴菲特更快。他在能源和工业领域有深厚的运营经验，对这些行业的并购机会更敏感。如果全球经济真的出现衰退，伯克希尔的4000亿现金将变成一把杀伤力惊人的武器。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巴菲特用50亿美元买了高盛的优先股，附带大量认股权证，最终赚了超过30亿。如果类似的机会再次出现， Abel 手上的弹药是当年的80倍。感谢大家观看，您的订阅是对我最大的支持。我是韭菜不香，我们下期再见。